来吧，大家先坐。好的。那我们就先来个自我介绍吧，从女生开始。Hello， 大家，我是心动的老朋友史一帆。大家好，我是心动7的李定豪。大家好，我是心动6的孙敬军小孙。不知道你们看过几次陪看？我第一次。你是第一次？对，因为我上一次是就刚好他那个陪看时间和我的工作就冲突。就我来之前，我觉得很激动，因为有一种超前点播的感觉，对，就很开心，然后也很好奇会见到什么样的就他们。我之前有看过自己的，但是第一次看别人的。那我算是你们当中看的比较多的，我看过，我们自己那一季的，你们这一季的，还有包括今天就是第3次来了。对。今年还是我第一次就是跟新朋友一起看陪看，来之前还是有点小紧张的，但是大家见过面之后感觉还行，挺轻松的。我还是挺紧张。好，那我们，我们其实每一季开始会有不一样的测试，像我们那一季是食物测试，我自己是螺蛳粉。螺蛳粉是？它有点抽象。什么？我当时看你们这一季是就旅行人格，对。然后我是责任型。哦，敬军那一季是什么样的？我们是小动物。小动物，你是什么呢？小花豹。花豹是什么含义？比较凶猛吧。你很凶猛吗？我可能想做一个。你觉得跟你符合吗？我觉得当时的选择可能是当时的一种心境。你们觉得自己现在如果还做当时的选择，还会是一样的结果吗？可能会不一样，毕竟已经过去2年了吧。我就过去1年，可能还是一样的。好。来吧，那我们来看这一季他们的是爱情的类型，有4种。他们就很幸福啊，只有4个选项。是的，确实啊，我觉得选择题对我来说是比较困难的事情，我毕竟是个天秤座。我也是风象，然后我也是很纠结。你也很纠结？对，因为我是双子。我也是双子。你也是双子。我就会觉得都想要。但我们必须得选一个出来。哇，好纠结。你好纠结。这些都很重要，我觉得。蓝色，我看一下。我觉得如果是当年，我会选这个。我觉得这个很小花豹。现在我会选这个，共情陪伴的。我选了共情陪伴。他说：“我希望2个人像并肩流淌的溪水，就累了可以不说话，开心的时候也可以一起去庆祝。”我会觉得如果2个人不说话的时候都非常的舒服，其实就是很合适的一个状态。确实。我选的是绿色这个耶，我觉得绿色更偏向我目前的一个状态吧，就可能我从大学开始就独居，就一个人待久了，然后感觉拥有一个独立自主的人格是比较重要的。对，是不是选择这个意味着在亲密关系里你很需要一些自己的空间？确实在某个瞬间我可能需要独处去消化一些东西，但是我关注的重点是人格先完整，遇到事情首先能自己独立解决之后，2个独立的人待在一起，它肯定是1+1大于2的。所以我觉得先是各自完整，然后再去经营爱情。感觉给我说服了。但我的性格，就真正遇到事情的时候是自己解决。就我不太会说去给他去分享这种我解决不掉的烦恼，不会。我顶多会就是我解决完之后去吐槽一下，但我不会让他去和我一起承担这种感觉。遇到困难还是自己解决。对，我觉得首先要自己能够有解决自己问题的能力。但是呢，有的时候我为了表达我对你的需要，我可能会希望你也能够帮助我解决我的问题。我觉得这个是合理的，我就觉得感情这东西很感性啊，没有一个特别没有一个界定。对，我刚看它后面是一个地图。每个地图不一样嘛。然后我在想，他们是不是
地点不一样啊。哦，就你看蓝色在这里，黄色、绿色。哦，是哦，是哦，是哦。我在想他们是不是4个见面场景？好，那我们就带着期待一起去看一下本季的新朋友吧。我会问他，你喜欢我吗？哦，就2个人之间好多事儿，你可以直白讲。这样的话，其实大家会少了很多猜测。主动的往前一步去面向他，牢牢抓住。感觉会有很多精彩的故事啊。我在感情中是一个比较坦荡的人，爱憎分明。坦荡进击。那这也太惊喜了！哦，他们选择的是最期待的爱激情，情活力的爱情。我觉得我都挺想要的，都好喜欢。小弟反正都想要。我期待遇见爱情就是真诚，这种安全感让我敢于把最脆弱的自己交出来。一见钟情是好感，日久生情才是感情。好有道理。极致的第一眼。许愿池。哇哦，哇塞，好有仪式感。他们是4个空间。我不会是选了同一个颜色就会去同一个空间。我的理解是这样的，我感觉是。那其实我感觉他们一开始见到的其实是有点像相似的人，对，或者说同频的人。对。哎，他们这个应该是见面的地方，就还不是小屋。对。啊，他选了黄色的卡片，不错，这儿吧。啊，看得出来有点紧张啊。跟我们第一次，跟我们也像。对。嘿嘿嘿。是坐在这里吧？试图用微笑来打破尴尬。我感觉一个人的时候就会通过跟自己说话来缓解自己的尴尬。好可爱，好萌啊！你们当时进小屋的时候是第几个进去的？我是很后面，我是第3个，好像是。所以进去以后就会有朋友帮你们介绍啊。对，我觉得第1个人是最痛苦的。因为我们在小屋之前我们就见过，就我们在岛上啊，对对对。第1天进去的时候，大家在做饭，就已经开始大伙过日子了。是的。我期待爱情的样子是真诚、有趣、陪伴，然后陪伴他，还有气场。我想要轰轰烈烈，轰轰烈烈，喜欢疯狂，那就是红色。那应该是红色。的感情浓度很高。是这里吗？走错了，还在找吗？迷路了。所以红色是在野外见面。哎，遇到了。Hello。已经。你好高。你好高。你好高。努力在找一些话说。有点。小紧张，好紧张，男生已经有点紧张了。你在那边，对，我在那边，晚点见，拜拜，祝你好运。好。哎，侧头看，偷瞄一下，笑了，就有一种本能反应之后，哎，我要克制一下。确实，哎，在回忆，在回味，都压不住嘴角。虽然说他们颜色不一样，但我感觉他们初次见面的氛围还挺好的。对，很有缘。感觉你好高啊！拖鞋净身高1.9米。还？天啊，这么高吗？拖鞋净身高1.9米。对，我刚才没感觉你特别高啊。可能你的关注点没有在我的身高上。光看脸了，光看脸了，在脸上。那跟你以后在一起要穿高跟鞋。他们破冰的速度很快，一下就聊起来。是的，感觉应该挺好看的，因为你五官很浓，感觉啊，就是你鼻梁很高啊，然后双眼皮还是，然后眉毛也很浓。夸的男生不好意思了。是，一直在给情绪价值，夸美了给。确实是很帅，疯狂夸，快点回夸呀！我觉得你们比较开朗吧。有来有回。开朗可以，话还是蛮多的感觉，可能我们比较聊得来。都是一些正向的反馈。在晃脚，开心。你是河北哪里的？保定啊。他是我老乡啊，我也是保定的。啊，是吗？
忘记一角。崔，翻译的译，航天的航。OK。对对。崔毅哈，你还记得我叫什么？坏了，完了，都忘了。哎呀，没事，第一次见很正常。就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能记住名字吗？我还挺难记的。我就记得我当时第一天那个见完大家之后，我回去就拿了个纸巾，就把大家的名字全写下来，然后背了1个晚上。我们当时是有一个屏幕，然后有各自的相，对，我每次路过我会去看一眼，然后记一下。就如果是我可能不太会这样问，但其实假如对方不记得，恰好更是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。是的。行吧。哦，只有你们2个吗？对。那我坐这里吧。这是什么？你别这么安全的三角形吗？坐，好客气啊，都。喝口水压惊我先。赔一个。赔一个。你喝吗？这个赔一个。你们都聊什么了？可以加入一下吗？这个男生的眉眼是什么星座呀？我是白羊座的。哇塞，还真是侧面的感觉。先认兄弟了。不好意思。咋了？我忘记。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，我忘记你的名字了。他替女生回答吗？对，敢在解围。哇哦。但感觉确实一航，他是那种默默在旁边观察，他很细心，观察力很，反应很快。我叫贺文。哇，好独特的姓氏。贺文。还以为姓贺。啥一航？是不是崔合体了？不是崔一航。崔一航。啥也好。有点灾难。不是基地怎么能这么差呢？不怪你们，不怪我自己记也很难。我们也记不住。Hello。哎，男生。哦 ，Hello。天哪！坐。来，你先来。都行，你先来。行，那不客气了，都行。我坐了，兄弟。OK， 我感觉你挺内向的啊。我是一个巨哀的人。巨哀的人。但我感觉男生之间的话题开启就比较容易一些。对。那当我没说。你是就天生就不易胖的体质吧？对。我就挺羡慕你这种怎么吃都不胖的。哦，他每一个回答都是一个字。那你有没有想动物之类的？没有。那你来的有进步。的嘉宾没有。不超过3个字。同步搓手。苍蝇搓手。又共振了。你看过那个吗？一直搓手，然后闻就能闻到那个鸡屎味。什么？你快速搓试的啊？好像没有啊，有点不太想闻鸡屎味。他们好抽象啊！这把球第3个人，快来！那如果假设，如果是定豪和小聪，就你们俩不认识，共处在这一个房间，会像他俩刚刚那样吗？我俩不是刚先见面吗？对，我俩其实见面没有说话来就。然后我第一句是你好高啊。也是。我觉得他们2个人在一起状态也不会太尴尬，已经在用行动共振了。是的。Hello， 我叫孙启萌，可以叫我萌萌。萌。Hello。眼里有光。我叫孙博涵。哎，猜他星座。你已经知道答案了。我不提示，我已经忘了。啊，你已经忘了是吧？他们俩之间已经其实就是熟悉一点了，感觉。巨蟹。哇哦。怎么做到看一眼就知道？哇哦，好厉害啊！对。嗨，思颖。好。
黄色3个女生了，已经开始有点担心蓝色房间的2个哥们儿，他们能不能有女孩子？他们还好吗？我们选都是黄色的。对呀，所以你当时有纠结吗？选的时候有纠结。我除了绿色的，我其他都有在纠结。有绿色吗？绿色就是那个独立的。原来这么小众的绿色。独立自主。绿色好像还没有人来。没有人来，派你去，派你去。肯定会有的，我相信。它是什么颜色？绿色。绿色，好的。来了。享受独立空间。哇，等到天黑了，真的很独立。有点凄惨。好想问他后悔了吗？憋坏了给。哦，完全共情。我当时进小屋的时候也是第一个进去，然后后面来的朋友都走错了，就去别的房间了，所以我一个人在1楼转了，然后去2楼转，然后最后终于来了一个人的时候，我觉得简直是被救了。好煎熬啊！看他什么时候被救吧。哦，打了个招呼。现在是很期待的。是吗？路过啊，不是，拐弯了。我心疼你。不是5位女生已经到齐了？哎，好像是的。所以绿色确实是就只有他一个人了。哎，就刚定好，不是选了绿色吗？如果定好你一个人在那儿等到了现在，你会是怎么样？我可能会有点自我怀疑，我是不是选了一个比较糟糕的选项？但我其实就对我自己一个人独处这个情况来说，我是还 OK 的。对，只不过我会在想，为什么其他人不会来，不会选这个？我可能会找点事儿干。如果确定我这里没有人的话，我可能会去串门。那还挺大胆的。反正说嘛，说又不需要。确实。终于来人了哦，看看他会不会多说几句话。Hello。咋了？怎么了？他俩反应都很可爱啊。来，蹦起来了都，手足无措这俩人。感觉你挺外向的。我是 ENFP。那你性格应该会特别。ENFP， 哎，他和我一样。快乐小狗。哈哈，还不错。他在模仿，好像是说心理学，我有点记不清了，就是说对一个人有好感的时候就会下意识模仿他动作是吗？哦，我是小蝴蝶，是那个来着，话就突然多起来了，不是一个字了。我叫于洋，我兴趣爱好走路啊，走路，然后旅游吧，自己去自驾独库。哇哦，好酷哦，很酷。那它不是更适合绿色吗？很独立自主啊。所以你们是会更偏向就是自己去尝试这种旅行，还是就一定要和朋友在一块儿？我前段时间才一个人去了新疆，抱团去的。但是我离团之后呢，我就一个人去的哈萨克斯坦。啊，是不是找米蝶去了？啊，没有，但是他不在，我还问了一下他。感觉一个人也挺爽的，就是今天睡醒之后想干嘛，就是临时想一想，然后就出发。我觉得还挺自由的。对，我觉得是2种不一样的状态吧。可能和朋友玩的时间长了，就会需要一段时间独处充电；但独处时间久了，又会觉得很无聊，又会想和朋友需要一些外界的刺激。那我跟你很像。就我自己也可以去玩，但是就是我的朋友愿意跟我一起去玩，我也会很开心。刚刚有在注意到，就是女生来之后，她们有聊兴趣爱好的问题。那一般你跟同性在一起聊的话题，跟有男生在的时候，你们聊的话题会不一样吗？我觉得会，就因为你好奇的东西不一样。哦，是吗？像如果说一开始都是女孩子，可能聊的话题可能像什么星座啊，这些女孩子感兴趣的内容。但如果说突然来异性，其实会自然而然会转到你对这个男生的好奇。男生视角。男生视角呢？男生视角啊，应该是的，应该是会的。
那你们会对哪个区域印象比较深吗？就我的话，可能是黄色，就我感觉黄色里面女孩子她们的性格其实蛮鲜明的。凯怡就真的能看出来她是E人，很快拉近了罗涵他们之间的关系。萌萌感觉观察会更细，思思的话就是感觉比较安静。其实我对黄色印象也比较深刻，主要是第一人多，然后氛围呢也一直是比较舒服的。我感觉你们俩观察也都很仔细，然后好像这个选择还真的有一些不一样。比如说红色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一样，大家都很热络。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个是自己期待的感情的模式，有的时候正是自己缺少什么，然后才会选择什么。比如说可能比较被动的人会希望有一个人来引导自己，然后比较缺乏安全感的人可能会想要找一个能给自己安全感的人。当然绿色的我觉得这个就需要边界感，然后就独立嘛，主体性太强了。感觉这一季的新朋友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特点，挺有意思的。让我们一起看一下他们接下来会不会一起见面什么的。有点像在视频通话。看到吗？啊，这能看到大家吗？然后我们当时也有，就我们当时是2个空间，广州一拨人，深圳一拨人，然后大家聊天之后也会有一个直播的画面，看到对方，然后再去小屋里面。就我们没有这种大屏幕，就互相看到。我们甚至是换岛换的那个人也见不全。有消息了。现在请以群体为单位，通过商议，意见一致后发送你们想要前往爱情空间的颜色。我们是要他们可以换。所以他们是要合并吗？就是2个空间一起见面？对，我觉得是见面合并权。哦，又见面了。彼此第一眼见到的人。自古红蓝出 CP。那咱们坐这边，这边。开了2次。他是不是在等女生先坐，然后看坐哪里？对。哎，靠近了。好自然。你们想选红色的理由是什么呢？对，因为其实就我个人而言，我其实都挺想见的。对。你见过我，你忘了？对，我就是对。他应该记得吧？他记得，我是觉得他不太好意思直接说出来。其实我们这边还讨论了一下，各自的口味，想了解一下你们的。我不能吃辣。不能吃辣？什么？你们是重庆？他是重庆。豆腐脑呢？吃咸口的还是吃甜口的？反正我是甜的，我吃咸的。如果说他有甜咸选择，我会2个都点过来。OK。Hello， 独立的人来了。独立的人来了。Hello， 哎，那你过来远吗？小100米吧。不是，我问的是从哪儿来的？从门口。不是，是从你哪个城市？我的小。从你住的地方。结果他是没有意识的到这儿，那不远。你现在是不是我们4个的名字已经忘记了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时间还长，未来时间还长。用这个画过去了。他在给自己说明了，很巧妙的应对，很巧妙的应对了。这是什么？投票吗？是啥？在心形透明卡片上写他的名字，最多可以写3个。他们1个人可以选3个。对。那我们现在猜一下，好感度最高的男生和女生分别是哪一位？猜对的朋友会有一个可爱的抱枕。我觉得女生来说的话，应该凯怡。不一定。一般可能我觉得应该还是会第一面有印象会先选。凯怡她就是见到的一共就2个男生，就算2个都投，她也就2票。但是在悦儿他们那边有很多男生。对，我说有道理。所以反而感觉是黄色这边的男生可能票数会多，但红色那边的女生可能票数会多。我感觉女生我可能会选悦儿，男生我报一个冷的，我会选以恒。坏了，我想抄你答案。不许抄我答案。但是我选凯怡吧，他在各种对话当中都是算一个比较活泼的存在。对，我觉得他比较容易给人一个比较好的印象。然后男生的话，我选，
贺文吧。其实还有一个猜想，因为我们那一季是两边岛上的人要选一个换过来的人，只能纯看照片选。是2个男生，有一个是没有笑的，就是抿着嘴拍的，有一个是就是露牙笑的。我们当时选的那个理由就是看他的照片，就是阳光度。阳光度。然后我们当时觉得这个很阳光，就选了露牙的那个。那我会选了博涵和凯怡，他们俩笑的最大的。你们觉得这一季的新朋友们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感觉全员都蛮一的，对，是比较能聊的，比较能聊。我对凯怡印象会比较深，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在社交中不是特别一的人，那我就需要一个比较外向的人去活跃这个气氛吧。对，我可能印象比较深的是一航，因为一航有一种冷幽默在身上。对，你会发现他很细心，他其实一直有在观察。我觉得贺文比较，就是我印象会比较深，他的表现是比较得体，而且很礼貌，会照顾大家的感受。对，但我感觉可能就是因为他们这里因为选的很直接嘛，就有可能你选了这个，在那里会遇到相对来说观念上会比较同频的人，所以可能聊起来会更快。是的，也有可能。我就能感觉到他们就是4个颜色真的很有自己不同的特点，碰到一起的那个火花也都不一样。好期待下一期。那我们一起拍个合照。好，陪你看心动，心动不散场，我们下次见。